许家印在被捕前是找过自己的靠山保命的，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习近平油盐不进，这个人就是心硬。老领导打招呼没用，亲姐夫打招呼也没用，现在判了一个无期徒刑，这实际上是三方妥协的结果。习主席、贾主席、徐主席都满意了。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无期徒刑背后的交易是什么。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8月20号。昨天人们都在电视上看到了满头白发的许家印，有人就幸灾乐祸说：“老许，你也有今天呢。”于是有一些人讲，这个结局最大的赢家不是许家印，而是他老婆，因为他在英国住着豪宅，包养了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还有人讲了，其实受益最大的反而是那个英国白人小伙子，钱、财富、女人全有了。但是这些只是八卦呢，咱还是从这个政商关系的角度给你理一下，这为什么是一个3个主席都满意的结果。首先人们非常想关注他能做到宇宙第一大房企背后的后台是谁，这后台可不是一座靠山呢，咱挨个给你数一下。许家印在广东一直干得这么大，首先是得益于姐夫的庇护。姐夫既然有中南海的关系，你在广东办事就能逐渐的不用看市里区的眼色。所以说姐夫是他第一层保护伞。后来嘛，就是搭上了中南海的贾主席贾庆林，再后来呢，就是政治局委员当时的广东省的省长马兴瑞。有这3个靠山，我相信他在看一般的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时候，那就不一定是平视了，甚至都有点俯视的意思了。后来老许被查的时候，他肯定闻着味儿不对那必然要去找姐夫。姐夫就在广东，但是发现姐夫也说服不了习近平了。习近平需要的是什么呢？是这件事儿已经是要造成巨大的金融风险了。我为了你，我要填着2万多亿不划算你牺牲他一个又能怎么样呢？大不了给他监狱养老嘛，我也算给你一个面子。他在08年遇上危机的时候就开始利用自己的关系，就是当年的英皇老板姚盛成到香港借钱，渡过了难关。第2年上市成功了，借他钱的赚的是盆满钵满，其中有一个股东就是老习的姐夫。因为只要是恒大一上市，等着分钱的人呢，既有香港的4大家族，包括什么郑裕彤李嘉诚这些再就是些内地的富豪，目的是把这个地产的盛宴继续吃下去。那你说作为习近平的姐夫，为啥后来没救他呢？原因是老许后来他飘了。在这儿呢，咱必须讲一下开始登家柜确实是帮了一些财务上的忙，多多少少双方都各取所需，但你不能把它称为这是习家族的企业，不是那么回事那剩下的是上市以后许老板开始明显飘起来了，他攀上了另外一个高枝，就是当年中南海里的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贾主席。这老许有钱以后他就感觉这钱来的太容易了，只要是把银行高管和这些掌握审批权的省长和省委书记搞定这生意就来了。所以说他想了2个主意，一个在他的大厦搞了1层楼私密的歌舞团，专门靠那些女色那些舞蹈迷住这些银行审批的人员，一年充其量也就是2个亿，但是他所解决的资金呢，可能达到1000亿级的。除了这个他还有个想法，那就是为了避开这纪检委什么狗仔队这些私家侦探的侦查呢，
他想搞一个海上独立的、管理森严的游艇。这个超级大游艇啊，你也可以把它称为一个海上的安全岛。所以他就乘自己的飞机和贾主席的女婿李伯坦一起飞到了法国，要花1亿美金买那个超级游轮。后来呢，当然没有成型，因为他发现有这个歌舞团啊，基本上就足够了。但是这次活动就让他攀上了当时的贾庆林贾主席。贾主席呢，来者不拒，你既然投奔我来了，那我给你一个全国政协常委。所以说啊，你看看，这本质上就完成了一次投靠。贾主席后来没救他呢，是因为他自己搞得太飘了。因为他有一个恒大的日报啊，就跟那人民日报似的，开篇头版头条基本上都是徐主席会见某省省委书记。你把那个许换成习啊，一样，那标题啊一模一样，大幅的照片。第一呢，老习上台以后啊，他就发现，凡是你有钱又有影响力的人啊，我就看不惯，我就必须把你干下去。马云是这样，对吧？太高调了，给自己招祸了吗？所以说啊，这位既当了主席的，又进了全国政协常委的，处处的来模仿这种官员，自然就引起老习的反感。你姐夫怎么样？你老领导怎么样？该查办的还得查办。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呢是许家印算错了一招。贾庆林确实在福建担任这个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时候，提拔了当时还是厦门副市长的习近平，让他到那个宁德担任了市委书记，副职啊成了一把手了。所以这个老领导的情分一直是在的。现在这个贾主席家族，你说腐败吗？当然也有腐败，为啥没查处呢？那是习近平给了这位老领导留了个面子呀。但是你这种关系比较远的，我也保不了了。一算这笔账吧，这24000亿人民币啊，其中60%-70%都是进了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的钱袋子了。你剩下欠谁的钱呢？欠供应商的钱，什么钢筋水泥啊，那些玻璃幕墙啊，施工队的钱。第二呢，烂尾楼的老百姓啊，你交了首付，房没住上。这些啊，对于共产党来说，他不管。首先，你这1万多亿，我已经落袋为安了。那为什么一定让许家印活着呢？他不判死刑呢？因为各方呀，他都有需要。说像老许这么多年，他有行贿，有行贿的时候，他一定有所录音录像，或者有一些关键吃饭的时候啊，你说了啥话，他录下来了。而且这些东西呢，损害的不仅仅是他背后家族的利益，而是整个共产党的声誉。你可千万别忘了，现在的反腐时期啊，大家都不希望把这件事搞大。这儿呢，也恰恰是许家印保命的家伙。他的太太在英国，大儿子在加拿大。如果说老爹有事了以后啊，你就把这些东西寄给各大通讯社，全世界都清楚中共和商人是个什么关系。我相信啊，老习为了维持这个基本体面，不至于要他的命，要他命干啥？有啥用啊？第二，他还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靶子。许家印欠了2万多亿，供应商啊，那些烂尾楼的业主，你骂你就得骂这个老许呀。他要是死了以后，人们就想他钱去哪儿了呀？到各地政府去了，那不成骂政府了吗？所以这个靶子必须得立着，得活着。另外啊，那就是贾主席也满意了。多年，你是进贡了不少，但是我也保了你的命运周全啊。你至少可以活着在那里，也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安享晚年嘛。那对于徐主席来说，现在的许家印他也比较满意。你看，杀手锏起作用了吧？生命保住了。现在他是65岁，你看70多岁啊，基本上呢也就是20年吧。减减刑，他总有出来的一天。十几年以后谁当政啊？这个都很难说了。而且我感觉对他来讲，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结局。
为什么呢？人家的前半生财富见过了，名誉见过了，权力见过了。当时他给川普地产公司搞合作的时候，他就派了一个总经理去签约。当时的川普啊，就是现在总统啊，还在那乐呵呵的拍照呢，说明什么？人家是见过大场面的，什么冰冰啊那些歌舞团，人家都经历过了，这辈子很值的，他没啥遗憾的。为什么最近你看他照片，虽然头发白了，但身体胖了吗？是因为他睡得香了。以前欠2万多亿，他总有一天要东窗事发，他睡不着。现在他天天盼着天亮，挺好，我觉得。哎，这不也算是一种三方主席的圆满吗？好，关于这件事儿您怎么看？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明天再会。